一直很想来釜山这个地方走一走，看一看他们的画廊，因为总是看到很多釜山的画廊呢，他们常常来到台湾，所以引起我的好奇，所以决定来釜山走一走，看一看。我有发现呢，釜山的画廊很多就是在饭店里面或者是商场里面。那这一间是在Joseon，那我会觉得这一间是我最想去的，叫做 OK 画廊。进到大门啊，你会看到就是韩国最重量级的一个艺术家，叫做李坤勇。那这个艺术家呢，他是用身体去画画，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艺术家，非常重视实验性，在韩国被称为艺术行为之父。他的创作呢，就是会用表演的一个方式，他想要探讨的就是说我们跟空间、跟观众的关系，还有就是艺术的本质，跟创造一些新的一些思维。我在看他创作视频的时候呢，真的是可以感觉到说，他很想要表达的，就是说，艺术就是最纯粹，在你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他也是在传递一个观念艺术。其实，在那个年代，真的是非常的酷，非常新。那目前呢，这是一个联展，有10多位艺术家，那也有看到Ugo的作品。那这次展出的是他的太阳系列，他的宇宙系列。非常知名李白的作品，那他的系列就是用黑色跟白色，他都是在探讨人生的问题，生与死。那这边呢是何忠贤的作品，那在台湾呢也常常会看到他的这个作品，有时候极简真的有一点难懂，刚开始的时候真的都看不太懂他到底要表现什么，原来他是要表现韩国瀑布的磅礴，后来才发现说哦，原来也是蛮厉害的，瀑布可以这样子一条线就是可以表现出来那个力量。那这一位就是不用我多说啦，就是非常有名的金昌烈，就是水滴艺术家。那其实他画水滴可以疗愈他所有的记忆、痛苦跟焦虑。他说其实水滴对他来说其实没有任何的象征意义，透过这样重复的方式可以消除他不安跟痛苦的回忆。其实他在韩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，也是抽象艺术运动的核心人物哦。那这一位是李正宇，我一直在研究他这个抽象画到底是怎么制作而成的，所以我就回来有研究了一下。其实这个媒材呢，最传统是叫高丽纸，那后来现在都叫做韩国纸，取自赭树的赭皮而去制作而成的，复杂的一些技术。然后再重复的去堆叠加压，用一些机器加压，然后最后再用钢刷努力的去刷，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消耗体力的，这个真的是非常需要时间，然后再慢慢的一一上色。这一位呢，就是我新发现还蛮喜欢的艺术家，叫做何泰英。那他这个是在画彩带，就是韩国服装上面都会有这个腰带或是这个线条这样子。那他本身初期是学音乐的，然后后来就是到巴黎去念书。那其实本身也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一个艰辛的创作，因为创作呢就是不能够带来收入嘛，所以他那时候就是还蛮辛苦的，就是也有做一些有关于艺术方面的一些工作这样子。那他其实是艺二代，所以他就觉得说自己很自然的就是走入艺术。这里最惊讶就是无敌海景，那靠近海景旁边呢，就是有一个现在非常日本很红的艺术家，叫做天野阿妈罗，他的爸爸可是大知名艺术家，叫做天野喜孝，应该很多漫画界的人都认识他。那这个是 Hannah King， 他就是以疗愈为主，以爱为主题，拥抱啊，疗愈啊。
这位艺术家就是用温柔跟可爱来安抚你、疗愈你。这个画廊算是釜山最大的画廊之一了，期待以后还能再来参观。要去隔壁咯，同一层楼呢有2间的画廊，然后在中间有一间星巴克，也是可以看到无敌海景。那这一间呢就是 Space Toby， 这次的一个艺术家，也是一个韩国的潮流艺术家，叫做哈比。哈比呢从小就是被父母送到美国念艺术了。所以他这一次的表现呢，就是在表现他在文化冲击的一些感觉，所以它里面其实都是一些美国的一些元素。展期应该是差不多结束了，所以现在是新的展哦。就是我觉得逛画廊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每一次啊都是会有一些新的感受这样子。其实我很喜欢在韩国看画廊、走访画廊，因为这边逛起来真的是非常舒适，然后这些的一些行政小姐啊，都从来不会给你压力，就让你很自由的去看、去思考、去拍照，所以真的觉得感觉超棒的。在夏天里面啊，走在釜山的街道真的太舒服了。这里的夏天不会让人家感觉这么的炙热。另一间画廊是日子画廊，它就是在隔壁而已，走过来大概3分钟，应该2分钟吧，很快。它也是在饭店的旁边。那这一次展出的一个艺术家呢，也是一个抽象的一个艺术家，他是出生在1987年的金贤善，也算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艺术家，目前在韩国也是蛮当红的一个艺术家。那这次是他一个人的个展，他都是以色块啊、几何图形啊，你会看到非常多元的一些元素。那它的入门口就是一个非常超大，大概300号的作品，大概圆弧形这样子。那这里的画廊就是你沿着海滩路这样走，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。继续沿着沙滩路走，你会经过这个 Sky 大楼，就是这个釜山最高的这一栋楼。那它旁边就是有一个商场，里面有非常多的画廊进驻。但是因为我们可能来得比较早，但是有的是到开门的时间都还没有人，然后就留着电话，要看的话就是需要打电话给他们这样子。那后来我也就觉得就算了，这样就在门口张望一下。因为我在想这应该也是很正常，因为这个平日啊都不会有人，很少会有像观光客这样子专程来看画的这样子。直直走呢就会通到就是坐蓝色列车的这个地方，那这个票我们都是在这个 KKday 买好，要坐到青沙浦站，去的时候是坐蓝色列车，回来的时候就是坐这个可爱的胶囊列车哦。你看这个釜山的这个海景真的是太美了，所以这一趟的旅行呢，你又能够放松，又能够看到艺术，你也能够吃到美食。我真的觉得釜山真的是太棒了，这个海真的是太美太美。其中有一天呢，就是我们有安排去市立的美术馆，釜山市立美术馆想要参观，那结果就是整修，就是一直要到今年的年底才开放。旁边的李宇范艺术空间呢是一直开放的这样子，那这栋大楼是非常的极简风，我觉得个人非常的喜欢，就是艺术家本人也是参与设计这样。那你在看到他的作品的时候，你刚开始真的会看不太懂，但是你就会被他的这个整个的装置啊，你会被他的整个的作品吸引住。其实有时候作品并不需要你真的去理解它，
你有时候可能就是静静的去感受它就好了，那你就可以感觉到他说，他想要表现的那种禅意、哲学的这个感觉。那艺术家呢，他从小就是对文学非常的喜爱，所以他到了日本念了哲学，那在韩国也是念艺术，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面，你可以深深感受到他想要传递的这种宇宙自然之间的这种力量。然后他在展览的时候，他会搭配这个钟声，就是让你非常沉浸在这个他的作品的氛围里面。其实好的展览，你只需要静静感受就可以了。就是谢谢这些展览带给我们的一些美好。好咯，我们下一次见哦，拜拜。